陈峰，是我。小金，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好。是不是该拆线了？嗯，今天拆线。好。郑瑞，你来了。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可真是心有灵犀啊！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儿。说什么呢？你把我背回来的吗？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有你在，我死不了。师傅，哎，豆包，师傅，长本事了你，没发现你居然。哎，小金，来吧。睁开眼睛。我的眼睛，陈峰啊，我之前没来得及告诉你，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我只能摘除你的右眼球，请你谅解。摘除我的右眼球。该。这是什么？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眼罩，你可以把它戴在眼睛上，保护你的右眼。保护我的右眼，没了眼睛，你还救回我这条命干什么？陆胜凤，今生也是为你好。我废了，我废了！兄弟，冷静，冷静，我他妈冷静！兄弟，啊！兄弟，兄弟，冷静！我他妈冷静啊！这才是大丈夫，为了永远还有尊严。你不懂，你出去，兄弟，你们都出去，出去，都逃！师傅，你的眼睛没了，又打不了枪了。师傅，他呀，他内心强大，等过几天冷静下来就好了。你的眼睛。老宝，把眼罩给师傅拿过来。
师傅带上。怎么样？哎呀，我得马上赶回部队了。陆成风这小子，就交给你了。现在是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你得帮我照顾好他，关心他。照顾病人本来就是我的职责，你放心好了。这才是好同志嘛！啊，亏你还笑得出来。为啥不笑啊？你想啊，本来一条命没了，现在捡回来了，那是他的造化。下一只眼睛怎么了？下一只眼睛照样干革命。行，就你会说。你正经起来还是挺好的。正经人，正经人，巧克力哪来的？缴获的呀。成功了。走了。彭总，北京一行怎么样？没白跑，收获大大的啊！彭总出手就是不一样啊！彭总好，大家辛苦啊！彭总好，彭总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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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总好，彭总好。嘿，彭总，一路辛苦。你辛苦，彭总，你辛苦了。你辛苦。彭总啊，咱们还是先挑重要的事说吧。哎呦，你是真心疼我呀！美军有新动向，汉城危险了。是啊，美军现在1军、9军、10军分3路向我汉江阵地进攻啊！哎呀，这美军穿插学的是真快，只是啊，战略意图太明显了，他们是想在汉城包我们的饺子。你也得允许人家打打自己的如意算盘。我们新入朝的部队还没有部署完毕，那我们就按照原计划进行，把敌人引到3八线，再打他个回马枪。彭总，撤出汉城，在政治上影响太大，是不是先请示一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再做决定？我这趟回国不光是打秋风，汉城问题我是专门做了汇报的，军委已经同意，我们可以呢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撤退。毛主席说得好啊，攻克汉城的那一刻，政治意义就已经实现了。现在嘛，当以军事层面为决策因素，今后咱们用兵布阵就可以更灵活一些了。现在就是要马上安排汉城的防御部队撤退的事情，最好呢是选择在晚上悄悄撤退，不能惊动敌人。杜平啊，要给部队强调一下纪律性，来的时候什么样，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不能打扰人家老百姓，尤其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要给人家损坏了。彭总说的对，李奇微撤退的时候，不光民用设施，连老百姓的水井都给炸毁了。我们既然把这些修好了，就要完整的留给汉城的百姓。
Seoul. We're back. Our attack must have been too strong for them. For them to give up such an important city. Operation Ripper is supposed to rip apart our enemies' confidence. Didn't we blow up this water plant over here before we left? Oh, we did. It must have been repair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n fact, they also repaired 3 civil power systems, an electricity and water system, and they repaired the bumpy roads. When we left, we showed them power. But when they left, they showed us civility. We lost to them on that point. But General, we win the war by power and not by civilization. By power, you can win the war. But civility wins you the future. General Ridgway, congratulations on retaking Seoul. What is your next move? Seoul is only one step in our campaign. We are going to keep pursuing and attack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Are we going to drive them back to the 38th parallel or the Yalu River? I'm sorry, I cannot give you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t's a military secret. The great General MacArthur would never hide anything from us. I'm sorry. I'm not as great.彭总，李奇微在占领汉城之后，没有丝毫的停顿休整，全军继续向北进攻。没捞到我军主力，着急了呗？等着吧，等着我们招呼他。防御部队现在的位置，我军已经撤到了高阳、议政府、清平川、红川江北以及丰年里一带。很好啊。让50军还有66军回国休整，安排26军来接替50军的防区，39军嘛，接替66军的防区。是。来，邓华同志，这个李奇微啊，这一心要在38线南边包咱们这饺子。咱们现在这个行动，我跟你说，洪副司令还真得加快了。老彭总，还有个重要的事情啊，第4次战役啊，大量的伤员和俘虏啊，滞留在前线。现在呢，各个军准备自举转运回去，困难很大呀。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在路线上多设几个中转站，各军的伤员俘虏就近在中转站集中。我们呢，在各大野战医院抽调一些得力的人员，组织一个专门的运输队。还有啊，可以在各个军呢协调一些汽车，帮忙运输伤员和俘虏。邓华，你觉得呢？挺好。洪大个子，要不怎么说你行啊？啊？要明确一下，最近南朝鲜的特务活动很猖獗，运送伤员的队伍首先要加强戒备，要增加一些武装。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来吧，研究一下作战部署。小金大夫，真是你！你咋在这儿呢？上面派来的车就是你啊？可不咋的，我看了一下，这东西不老少啊，咱就先把重伤员、粮食、药品放我车上，比较稳当。行，交给你我就放心了。啊，这样这次不只是司机，我们所有的粮食都归你管，每天每人定时定量。交给我就放心吧，啊，保证完成任务。行。马金虎。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领导派我来的呗。这不领导刚交代给我的任务，这路上
重伤员、粮食都归我管了。啊，这看来你又要当领导了啊？可不咋的。你们认识啊？啊，认识。哦，都是熟人就太好了。那这样，你跟朴仁先去整队，然后把所有东西先搬上去。好。我先过去。我去帮帮他啊。金队长，金队长，金医生，哎，吴站长，在沙沃俘虏刚送过来的。 항복하겠습니다. 항복하겠습니다. 这还是个伤兵，又多一张吃饭的嘴，行吗？谢谢金医生。朴仁，朴仁，啊，过来一下。啊，这儿有个俘虏，就交给你了。啊。 站住！弟兄，再放开枪了！小李，快跟我来！멈춰! 움직이면 쏜다! 멈춰! 쏘지 마세요! 你干啥呀？ 저는 포로입니다. 죽이시면 안 됩니다. 这是第一次，再有下次就毙了你。带走。走。快。朴荣恩，你干得好。他这是第一次，你就鸣枪警告；再有下一次，你就打断他的腿。但是一定要活着把他带回去。 你啥意思啊？为啥非得杀他？我没有，我在鸣枪警告。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呢？他都跪地求饶了，你还开枪呢？马金虎，出发啦！天要黑了。 感觉好点了吗？好多了。嗯。马金虎，你怎么偷吃口粮啊？ 你怎么偷吃口粮啊？我没有。金队长让你负责口粮，你在这监守自盗。盗什么盗啊？哎，给你来个。你不要收买我。我收买你啥呀？你这样，你先吃了就知道咋回事了。给。这什么东西啊？ 每天露宿，我们出去巡务嘛，我就特意找这玩意儿去了。啊，尝尝，别吐。
吐啊！什么东西啊，这么臭？不臭。臭！哎呀，王珍珠啊，这玩意儿啊，就是马吃的草料里边那小豆子。啊，马有时候不是消化不良吗？我就捡那马粪蛋子，这豆子就从那马粪蛋子里边扒拉出来的。马吃草干净，这玩意儿顶饿。你别吃了，你的口粮呢？啊，我都分给那些伤员了。哎，唠会儿嗑呗，啊？唠会儿嗑。你说，这没有空袭的夜晚，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了。你说，我们能活着回国吗？一定能。为啥一定能？我当兵这么多年，是老兵了，啥没见过。我都记不得多少回了，我人都到鬼门关门口了，阎王爷就是不收我。我把我这份好运全都传给你。你一定死不了。我可不要你的好运。我希望我们都好好活着。拉钩呗。拉什么钩啊？咱俩谈个约定。什么约定？打败了美国佬，咱们一定活着回家。活着回家？干啥？过日子呗。过日子？你去跟你的马寡妇过日子吧。哼，我都听你们汽车连的人说了，说你每个月的津贴都寄给他，有的时候还管你们的战友借钱寄，借完了钱还不还，有没有这回事儿？有没有这回事儿？马金虎，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没啥好说的，王珍珠。有一天你就会明白，每天陪你聊天，你最亲近的那个战友，突然有一天在战场上就牺牲了，剩下的你都得去做。明天咱们还得赶路呢，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啊！马金虎，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许再捡马粪了。明天见。王金虎，走。清点人数，准备出发。是。全体都有，清点人数，整理物资，马上出发，快点。是。金医生，金医生，俘虏不见了，
朴正恩也不见了，不见了啊！我们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人，急死我了。坏了，我应该给你提个醒儿。什么意思啊？昨天我就发现了，那姓朴的，好像认识那个俘虏，他想拿枪打死他。他不是冲天鸣枪示警吗？冲啥天呀？后来我赶上了，我拿手给弹开的。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也是猜，他也没承认。再说我刚来你这儿，我也不敢瞎说呀。他会带那个俘虏去哪儿呢？肯定杀了他呗。赶紧分头找。好。죽이지 마세요. 제발, 제발. 아! 지금 여기 우리 둘밖에 없어. 소리 질러봐야 아무 소용도 없어. 죽이지 마. 왜 용서해달라고는 안 해? 너도 네가 용서받을 자격이 없다는 걸 아는구나. 한 방에 죽여. 그건 너무 쉽잖아. 한 방에 죽여줄게. 成人！住手！你住手！住手！哎呀！我命令你放开他！金大夫，你是我尊重的人，但是今天我不可能听你的。你是个军人，我以上级的身份命令你放开他！我今天必须要勒死他。之后，你可以怎么处置我都行。等等，就想杀他是吧？你给个理由。这个畜生把我们村7个老人吊死在村口。那7个老人都是我们游击队成员的父母，其中也包括我妈。你说我能饶了他吗？我能不杀他吗？你他妈吃啊你！我不吃的东西都给你了！别打了，马金虎，你松开！金大夫，你没听见吗？他连老人都不放过，他他妈连老人都不放过，他妈今天累死了！马金虎，累死你！你听我说，他是个俘虏，他投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杀战俘，你忘了你是个军人？金大夫，金大夫，我求你了，你让我的杀了，只要我杀了他，我个人承担后果。他是南朝鲜少校情报官，有重要的情报价值，把他交给上面能救更多的人。金大夫，搞滚犊了！金大夫，你为啥护着他？我没有护着他。你还彭城吗？珍珠，珍珠。어머니, 여러분, 제가 대신 복수했습니다.
铁原这个地方是咱们志愿军在38线运输枢纽，也是供应物资的总站。多少回了，我把供应物资往这里边运，又从这儿把物资拉到前线。咱们部队无论是南下还是北撤，必须经过这个地方。多亏你了，咱们才刚刚聚到一块，又得分别了。下次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得回野战医院了。我也得回担架队了。你们都是我的恩人，谢谢。谢啥？一家人，好兄弟。保重。保重。保重。马金火，到。到什么到？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这个东西还给你，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它。洗得真干净。对了，下次见面，我有话要跟你说。啊？走了。你现在说呗。还是下次见面再说吧。知道你啥意思？我军现在已经全线撤退到了38线以北，第3兵团、第19兵团已经在宜川、铁原、平康地区和南川店、市边里、兔山地区完成集结，在元山休整的第9兵团也已经在平康、咸浦和淮阳地区完成集结。彭总，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放到铁原和金华一带再打？这不行。金华、铁原以北，这是平康大平原，敌人的坦克容易突进来呀，放进来了，我怕我们兜不住。而且呢，铁原是我们极为重要的后勤中转站，不能再退了。要打，必须就在金华和铁原以南打。我同意彭总的想法。目前，我们赴朝参战的新兵团已经准备到位，老部队也已经经过休整和补充。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稳步的诱敌深入，可以考虑搞这个歼灭战了。对，抓住时机，再打稳步。我赞同。那我多存点物资啊，这个物资啊，永远不够用啊。中央决定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正在抓紧筹备啊。到那个时候，你洪大个子就是我们专门的后方勤务司令。哎，等一下，这中央还没任命呢，凭什么我就是后方勤务司令啊？咱们这么多副司令，他们的能力都比我强啊！能者多劳嘛。当然，如果邓华还有天楚他们同意跟你交换，我没意见。邓总，我去看一下吉老师有什么新情况没有。咱们是老战友啊，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大个子，这个事儿吧，你得跟老韩好好商量量。你们两个脑子都灵，我这个脑子实在不灵光，看着那堆积如山的战略物资，我一下就晕了。你脑子要是不灵光，没有灵光的人了。嗨，彭总，你叫他。哎，老邓。彭总啊，你当初让我管后勤，您跟我说临时管一下，怎么我就改行了呢？党中央信任你，大家也都信任你，你就不要推脱了。哎，后方勤务司令不比我这个担子轻。来，特殊时期，总得有人管这个事情。哎呀，你少给我来这套！我是临时一失足啊，成千古恨呐。不至于吧？
啊，小赵，到，把旗拿过来，我陪洪司令下盘棋，让你赢一把，行吗？那行，你这个后勤司令我接。不过我有个要求，打完了美帝，我要上一线的作战岗位。我是军事干部，我得上前线带兵打仗。当然，你这是一员猛将，不能总当这个卧槽马，是不是？那行，啊，来，哎呀，来，棋摆好。嘿嘿呀，很久没下棋了，看我怎么杀你个片甲不留吧！哎，你刚才说让我赢一把，你到底说话算不算数啊？嘿呀，说话不算数，那叫兵不厌诈。少废话，来吧，当头炮！我去你的当头炮！哎呀！ Matthew, thank you for coming all the way from Korea. Douglas, if you called me here from Korea just to talk, I think I may leave now. Matthew, you're always so serious. I called you here to talk because our ultimate victory is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Have a seat. We're trying very hard to push north. I don't think victory will be coming soon. We're gonna have rough battles in the future. We can't even predict the result. If you fight like you are playing the accordion, you will not win the war. Playing an accordion? No. It has never been that easy. We're shedding blood. Every step we march. That is why we must change the strategy. Those morons in Washington have begun to doubt my ability. They have completely forgotten my glorious achievements as military genius. Isn't Incheon Landing the greatest amphibious landing operation? The most audacious attempt by any man in history? Yes. It's about to become the second greatest. You want to do it again? As long as we land in one of three places, the path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will be cut off. They will be trapped the same as the North Koreans. Moreover, Matthew, with our overwhelming superiority by sea and air, we will be able to choose any of the enemy's weak points as our landing sites. Good idea. However, China is not like North Korea. They can send countless soldiers to cross over the Yalu River to reinforce the frontline troops. We have to be cautious of being trapped after we land. Don't underestimate me, Matthew. This is a handwritten plan. We completely c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China. Not one singl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soldier will be able to cross the Yalu River. This is top secret. You're the first and only person to see this. Douglas, we cannot be crazy like this. We will be condemned by the world. Screw the world. As a soldier, the victory of my army is the only thing I'm concerned about. And I'll win by any means necessary. If you would not follow my orders, Matthew, I will replace you with someone who will. Will the White House consent to this? I will issue a statement to the media.
declaring an all-out war on China. With our stirring up the war, the White House will be blindsided. Douglas, I have some advice for you. It's very dangerous for you, politically, to make such a statement without authorization.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consequences? Matthew, you've changed. You've lost the pure spirit of a soldier. I think military should serve politics. Douglas, I'm heading back to Korea. By the way, I agree with your idea for the landing operations, but not with your handwritten plan. I will report this to the White House. All right, Matthew. It is your duty. But I will achieve my plan by any means necessary.